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正处在一个人类历史上资讯最爆炸的时代？但是吊诡的是，我们大脑本身的记忆力还有专注力，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说真的，我们现在非常习惯把大脑外包给智慧型手机，把思考外包给人工智慧。其实，这种看似高效率的科技生活，实际上正在悄悄侵蚀我们的心智能力。当我们把所有的知识都储存在云端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正在逐渐失去它原本该有的敏锐度，这就是所谓的数位失忆症。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这集要为各位拆解的核心议题。在人工智慧强势崛起的时代，我们究竟该如何重新夺回大脑的控制权？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各位回想一下，为什么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唱出西元2000年发行的那些流行乐歌词，甚至连旋律都记得很清楚，但是你却完全想不起来上个星期三的中午到底吃了什么午餐？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对吧？其实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类的历史与文化是高度仰赖口耳相传的。古代的吟游诗人能够背诵长达几万字的史诗，这代表着人类的大脑本身其实具备极度强大的记忆潜能。然而，现代人过度依赖搜寻引擎和各种数位工具，导致我们的大脑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依赖性。当大脑知道反正这些资讯随时可以被搜寻到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放弃记忆的过程。这就像是人体的肌肉一样，大脑如果长期不使用，它就会开始萎缩、退化。我们继续聊下去，现在进入第一章：现代记忆危机，也就是我们在数位依赖下所付出的代价。这个记忆危机其实早就已经深深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我们来举一个所有人绝对都有共鸣的例子。各位想想看，你平时是如何开车，或者是怎么通勤的？我们现在对于导航软体的依赖程度真的高得吓人。当你习惯了听着语音告诉你何时该转弯，何时该直走的时候，你的大脑其实就完全关闭了空间定位与导航的机制。试想一下，如果你今天在一个稍微陌生的街区，手机突然没电关机了，绝大多数的人会瞬间失去方向感，甚至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这就是我们为了生活便利而交出自身认知自主权的具体代价。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焦虑，心想，完了，我们的大脑是不是已经永久损坏了？作为一个分析师，我必须坚定地告诉你，绝对不是。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神经科学概念，叫做神经可塑性。神经可塑性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大脑在人的一生当中，持续透过建立新的神经连结来重组自身结构的能力。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当我们学习新事物的时候，大脑神经元之间会产生新的突触连结。反之，当我们放弃记忆，这些连结就会被大脑给修剪掉。这意味着你的大脑并不是一台硬体已经定型的老旧电脑，而是一个可以不断升级、不断修复的有机体。世界记忆冠军纳尔森·德里斯曾经分享过一个真实案例。他有一位高达80岁的客户，原本已经出现严重的认知衰退迹象，甚至无法通过医院的认知测试。但是，透过持续的大脑训练与记忆技巧练习，这位80岁的长者竟然完全逆转了他的认知衰退状况。后来在测试中拿到了满分，连他的主治医生都感到不可思议。这份客观的数据与案例非常有力地证明了一件事：无论你现在几岁，想要重建你的心智能力，永远都不嫌晚。重点来喽，我们进入第二章：记忆宫殿的秘密。这也是记忆冠军的核心训练法则。既然大脑是可以被重新训练的，那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方法呢？这就必须提到纳尔辛·德里斯这位世界记忆冠军的故事。很多人有一种迷思，认为这些记忆大师肯定天生就拥有过目不忘的超能力。其实事实完全相反。纳尔辛在年轻的时候，他的记忆力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非常普通。真正驱使他去钻研大脑潜能的动力，其实来自于一个令人心碎的家庭经历。他亲眼看着自己最爱的祖母，一位原本在家族中总是负责讲述精彩故事的长者，慢慢的被阿兹海默症剥夺了记忆。当祖母到最后甚至认不出站在眼前的纳尔辛时，这带给他极大的震撼。他无法接受人类的心智竟然会如此脆弱的流失。正是这股强烈的动机，促使他开始寻找训练大脑的终极秘密。而他在训练过程中最核心的武器，就是所谓的记忆宫殿。这是一种纯粹在脑海中进行的心理视觉化技术。
它的运作逻辑是将你需要记忆的资讯转化为具有高度关联性而且荒诞夸张的图像，然后将这些图像沿着一条你非常熟悉的物理空间路线进行摆放。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但其实这背后有着极度严谨的演化生物学基础。各位要知道，人类的大脑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本来就不是设计用来记忆一长串抽象数字或无聊文本的。你想象一下10万年前的狩猎采集时代，我们的祖先在大自然中生存，大脑演化出来的最强能力是记住空间位置以及充满情感与感官刺激的异常事物，比如哪里有危险的猛兽出没，哪里有干净的水源。这些关乎生死的空间记忆早就深深植根在我们的神经网络中。所以记忆宫殿这项技术说穿了，其实就是直接害进我们人类最古老的演化机制里。接下来，让我来为各位清楚拆解建立记忆宫殿的3个具体步骤。只要掌握这个逻辑，每个人绝对都能大幅提升记忆力。第一步，你必须选择一个你极度熟悉的空间。其实这可以是你的卧室、你小时候住的房子，或是你每天通勤会经过的街道。第二步，把你想要记住的资讯转化成极度荒谬甚至有点可笑的视觉图像。大脑对无聊的事物会自动过滤，但对于反常、带有强烈情绪或感官冲击的事物却会牢牢记住。第三步，在你的脑海中沿着你第一步选定的空间路线走一遍，把这些荒谬的图像依序放在特定的位置上。当你需要提取这些记忆的时候，你只需要在脑海中重新走过这条路线，那些图像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了。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我们直接用纳尔孙在记忆比赛中的真实操作来印证这个逻辑。有一次，他需要记住一长串毫无规律的数字，于是他选择了他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住过的一间饭店作为他的记忆宫殿。为了记住7049这4个数字，他在脑海中想象知名动漫角色悟空站在饭店大门口，正在徒手接住一颗美式足球。接着，他走进饭店大厅，为了记住3285，他想象卡通人物查理布朗正坐在大厅吃着三明治。再往前走到沙发区，为了记住1640，他想象动作巨星阿诺·史瓦辛格坐在那里满头大汗的死记硬背着扑克牌。各位可以发现，这些画面完全不合逻辑，极度荒谬，对吧？但也正是这种怪异且带有强烈视觉与情感彩色的图像，成功绕过了我们大脑的遗忘过滤器。透过这种方式，无论是正着背还是倒着背，庞大的资讯就这样稳固地被锁在空间记忆里了。现在我们进入第3章，刻意手写的力量，这也是键盘绝对取代不了的认知深度。了解了大脑偏好空间与视觉的特性之后，我们又把焦点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学习应用上。这引出了一个许多现代学生与上班族每天都会面临的抉择：做笔记到底该用电脑打字，还是用纸笔手写？科学研究数据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那些习惯用键盘被动打字输入的人，他们对资讯的吸收与长期记忆保留率显著低于那些亲手把笔记写下来的人。这不仅仅是工具的差异，更是认知深度的巨大差异。我们来深度对比一下这2种模式。当你在键盘上打字的时候，这是一个高度自动化、阻力极小的过程，你敲击每个按键的手感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你甚至不需要经过大脑深层思考，就能像一台打字机一样，把听到的字句逐字记录下来。然而手写却是一个极度复杂的生理与认知过程，因为手写的速度通常跟不上说话的速度，这就迫使你的大脑必须在当下进行资讯摘要，你必须立刻理解内容的逻辑，抓出重点，然后大脑劈成在指挥手部的微小肌肉，一笔一画地塑造出每个独特的字体。这种伴随着物理阻力的刻意性以及身心合一的专注状态，会在你大脑的神经网络中刻下非常深的印记。简单来说，手写让你活在当下，这种有意识的深度投入，正是深化长期记忆的关键所在。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第4章多工处理的幻觉以及高效率背后的巨大代价。当我们谈论提升认知能力的时候，绝对不能忽略现代工作环境对我们大脑造成的破坏。我们现在身处一个充满数位干扰的时代，你的电脑萤幕上可能同时开着几十个分页，手机不断弹出通讯软体的通知，电子邮件一封接着一封来。社会文化甚至不断鼓励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同时处理多重任务的人。
数位产品的界面设计，让我们误把这种在不同应用程式之间频繁切换的忙碌感当成了真正的生产力。很多人喜欢在履历上标榜自己擅长多工处理，但大脑科学的研究数据却狠狠打脸了这个说法。各位知道，在全人类当中，真正能够在同时执行多项复杂认知任务时，而不牺牲任何效率与准确度的人，到底占了多少比例吗？答案是只有 2.5%。这意味着剩下高达 97.5% 的人，也就是包含你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当我们试图在同一时间处理多件事情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严重破坏自己的专注力与工作品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因为我们的大脑在面对复杂认知任务的时候，尤其是由前额叶皮质负责的高阶逻辑运算，根本无法真正同时进行多工处理。我们实际上在做的叫做任务切换。当你的注意力从撰写企划案突然转移到回复一则通讯软体讯息的时候，你的大脑必须先卸载企划案的上下文资讯，然后重新载入通讯软体的背景脉络。这种快速的神经网络重置会产生极高的认知成本，它会大量消耗你的脑力、专注力与时间。这就像是电脑的记忆体不断被清空又写入，运作效率自然会大幅下降。当然，这必须跟所谓的双重任务区分开来。例如，你可以一边在跑步机上跑步，一边在脑海中记忆数字。这是因为跑步属于高度自动化的运动神经控制，而记忆数字属于高阶认知处理，两者动用的是大脑完全不同且互不冲突的区块。但只要任务牵涉到同一区块的认知资源争夺，多工处理就绝对是个削弱效能的假象。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有了防御与强化的工具后，接着进入第5章，唤醒大脑深层潜能，夺回心智自主权。我们来探讨一下人类心智的极限究竟能达到什么境界。纳尔森在深入探索大脑潜能的过程中，接触到了一个名为星门计划的解密档案。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时期进行的一项机密研究，专门研究远距观测，也就是试图训练人员在不依赖传统视觉的情况下，透过直觉去感知远方或隐蔽目标的资讯。这听起来可能非常像科幻电影的情节，对吧？但纳尔逊从神经科学与记忆训练的角度重新定义了这个现象。其实所谓的直觉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的魔法。当一个人的大脑经过高度训练，专注力极度敏锐的时候，他能够捕捉到环境中那些极度微小、平时被我们分心状态所忽略的环境线索。直觉其实就是大脑潜意识在极短时间内处理海量碎片资讯之后所给出的一种综合判断。这非常生动地展现了人类大脑尚未被完全开发的深层潜力。正如纳尔森所说过的一句非常震撼的话，记忆正是使我们成为人类的核心特质。在这个人工智慧能够帮我们摘要文章、生成报告，甚至规划行程的时代，我们绝对不能把 AI 当作完全取代我们大脑运作的代工厂。相反的，我们应该把 AI 视为一个陪练员或是名教练。你可以自己先阅读完一份资料，经过大脑深层思考后，再请 AI 对你进行测验或提问，透过对话来强化你的记忆连结。我们必须刻意的让大脑保持运作，因为如果我们连记忆与思考的过程都放弃了，我们就失去了维持认知自主权的能力，甚至失去了我们之所以为人的独特本质。最后总结今天的3大重点：第一，大脑具备高度神经可塑性，透过记忆宫殿等视觉化与空间联想技术，任何人都能重建认知能力。第二，抗拒数位失忆，保持手写笔记的刻意性能够加深大脑记忆锚点。第三，戒除多工处理的切换错觉，把 AI 当作锻炼大脑的教练而不是替代品，才能真正夺回你的心智主导权。在交出你的大脑控制权之前，好好的问问自己，你想要成为科技的主人，还是它无情的附属品？结尾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今天我们深度拆解了数位失忆症的解方，透过神经可塑性与记忆宫殿的空间联想，我们能重塑大脑的潜能。记住，保持手写笔记的刻意性，戒除多工作业的幻觉，并将 AI 视为锻炼心智的教练而非替代品，这样才能真正夺回我们的认知自主权，捍卫人类的核心本质。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